一直和大家说槟城宜居，房价便宜，油价便宜，停车费便宜，热带水果也便宜。确实，热带水果和停车费还是一如既往的划算。95号汽油政府一直补贴，还是封顶 2.05 令吉。租房呢，有点变化。这里歪个楼分享一下最新信息。这大半年，因为附近的国际学校 Stonyhurst 扩招，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这些步行可达 Stonyhurst 的小区房租行情明显见涨。就拿我们小区来说吧，因为房东更愿意租有家居的屋子，放出来的空屋子就很少，而之前有家具的屋子差不多在2300令吉就能租到，现在整体行情要往3000走。当然，即便如此，这种租金水平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不过，如果价格还要持续上扬的话，那么估计随着租约到期，陆续去寻找新的桃花源的人会慢慢增加吧。而之后，我会从我整理的外国人适合居住区域推荐中，挑选一些有特色的小区去实地探访。一方面让有需要的朋友能更近距离欣赏和了解槟城的美宅，一方面也是让自己万一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至于措手不及。当然，更重要的是，见惯了国内中规中矩的楼房，我觉得槟城的建筑真的是太有风情了，很想深入了解，因此也算借此机会走进他们，一饱眼福吧。有点扯远了，这个话题先不再展开了。回到今天的内容，大马虽然整体物价水平低，那么就没有贵的东西了吗？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吧。就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找起。一、小葱。在上海小菜场买过菜的人都知道，葱是从来不用花钱的。一般你去买菜，从一个摊位兜到另外一个摊位，等你把一天需要的菜配齐了，基本上1个礼拜的葱大概都够了。因为每个卖菜的阿姨在帮你装好你要的菜之后，都会另外加一把葱进去，而这一把葱是送的。每个在上海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在上海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在2011年中国达人秀舞台上，被一位叫做菜花田妈的菜场小贩选手广而告知到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而在大马，葱都是明码标价的，不要说超市了，即便去巴萨也是需要付费的，不会送哦。因为葱的保鲜期很短，特别容易烂。以前不觉得，现在浪费了就会觉得特别心疼，因为花了钱的。这么说起来，买葱也有好处，能减少浪费。2、运费。不知道是不是热带的原因，马来西亚人特别爱逛商场，而大马的商场冷气开得又很足，所以人气更旺。到了周末，基本上每个大商场停车库都爆满，当然最后停车位基本上都能找得到，就是得一层一层爬到差不多最高区。不过即便如此，电商还是慢慢成长起来了。很明显，与3年前相比，小区取快件的区域东西越来越多了，而快递的速度虽然目前还做不到国内的同城当天送达，但是也慢慢快起来了。但是基本上只要涉及到人工费的，就会比国内贵，所以运费这块也一样。当然是没有国内的江浙沪包邮了，就算同城也会有个5令吉左右的运费。而外卖点餐也是一样的，需要支付快递费用。虽然金额并不高，但这一点却是需要转变一下思路的。
3. 草莓。在国内舍不得买的山竹、榴莲，在这里都是地板价，但是在这里也有很贵的水果，不能说吃不起吧，至少吃不爽。比方说草莓，草莓不用削皮，又甜又美，含糖量又低，一口一个，太适合消遣了。不过在大马就不舍得这样拿草莓当饭吃，因为真的好贵。就这么一盒小小的几粒就要差不多10令吉，最便宜的超市自有品牌的也要7令吉左右。马来西亚是热带，所以草莓大部分都是进口的，也有金马伦高原种了送来的，不过一样不便宜，而且基本上酸味的居多。4. 书籍。因为注重对书籍版权的保护，因此在大马好像也没有见到过什么翻版书籍专卖店，所以如果买书，一般都是在 Bookaccess 或是 Popular 这样的书局去购买，那么价格当然不会便宜。当然，我认可知识是无价之宝，只是没办法像在国内那样一次买个系列全套。不过，你如果仔细翻看书籍的价格，会发现其实 Bookaccess 的很多书都是国外进口的原版书。比如说这本英文字典，售价14.9令吉，再比对一下国外的售价5.99英镑，那么其实还是卖便宜了。真正贵的应该是进口中文书籍。人民币49.8块的书，在这里49.8令吉。5. 啤酒。在大马，啤酒的价格真的蛮贵的，主要因为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不生产酒精类饮料，全国也只有2家有执照的啤酒厂，所以在马来西亚的酒基本都是进口的。啤酒见的最多的是新加坡的 Tiger， 还有喜力和百威，所以相对国内的啤酒的价格不是一般的贵。而马来西亚人基本都是伊斯兰教徒，禁止喝酒，所以酒的税也很高。在这里，一听啤酒要差不多10几块人民币，就算我不喝酒，也知道这个价格是贵的。国内的话，青岛啤酒1瓶大概也只要人民币5块多就能买到了吧。6. 猪肉。翻看19年刚刚到吉隆坡发的微信朋友圈，那时候分享的猪肉价格还是比国内便宜的。在大马买菜，价格是按公斤计价的，不是论斤的。那时候五花肉还是24令吉每公斤，肉糜价格是16令吉每公斤。国内贵的乐牌，本地人不爱吃，只要20令吉每公斤。然后因为各种原因，一点一点起价，到现在价格已经是之前的2倍多了。其实现在全球物价都在上涨，只是大马政府为了稳定民生，经常会对例如食用油、鸡肉、鸡蛋、面粉和糖之类的物品进行补贴，而有族同胞们因为教义是不碰猪肉的，所以政府也不会对猪肉产品进行补贴。猪肉价格逐渐走高，可能也是多方面的原因吧。7. 罚款。孩子们的外公外婆暑假来槟城玩，说槟城的市容很干净，没见人随地吐痰，也没见人一路走一路抽烟，落叶也都是一包一包整齐地堆放在树下等着运走。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国家治理中的罚款机制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槟城，你经常会见到各类罚款的张贴海报，小区里会提醒你不要乱停车，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会被锁车，罚款200令吉。游泳后需要擦干了才能进电梯，否则也是罚款200令吉。电梯内运货或带宠物，罚款200令吉。商场门口乱停车，罚款50令吉。升旗山上乱扔垃圾，罚款500令吉。植物园内不要喂猴子哦，否则罚款500令吉。最厉害的是这个，商场、公园、户外停车场、超市都有张贴，一定要牢记哦。禁止吸烟的地方，
吸烟被抓，当场接受惩罚的，罚款5000令吉；不接受的，罚10000令吉，或是监禁2年。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有我漏掉的，欢迎评论区补充。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